自己。现代男女总得要学会坚强独立，日子过得平静，不代表没有惊喜。早已习惯什么都靠自己，努力去争取，坚持到底。快乐的方式，我愿意都转授给你，无所谓合不合逻辑。哇哦，有时候虽然我也会闹情绪，不过只是无聊而已。哇哦，快乐的心情，我愿意都传达给你，只要能天天在一起。闹别扭也是生活上的一种情趣，偶尔受点委屈，其实又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。哇，好香啊！吃早餐吧，大姐早。早。吃早餐吧，进来吃早餐呢。早。那么早吃那么油腻的东西啊？用什么炒的？我用猪油炒的。难怪这么好吃啊！喂，你少吃点，肚腩还不够大。帮我烘2块面包。哎，我去。不用，我来弄。你让他弄，你在家里做的还不够多。来，坐下来吃早餐。来。弟弟，我要多一点面。来，多吃点啊！喂，你少吃猪油炒的东西，还嫌自己不够笨啊哈？你看你这次考出什么成绩来？英文才60分，数学才刚刚及格。今天考到这样的成绩，算不错了嘛。什么不错？就是因为有你这样得过且过的父亲，才会有这样得过且过的女儿。我觉得我像弟弟很好啊。很好吗？就是你爹地宠坏你的，才考出这样的成绩啊！以后你没有出息啊，你不要后悔啊！哼。去开门请。喂，妈咪叫你去开门啊！讲你几句你就发脾气啊？妈咪，我去开。你看，还是弟弟乖。哎，佩欣啊，我的面包烘好了没有啊？来了。爷爷奶奶。乖乖，你又长高了啊！爸妈，你们怎么突然来了？来。伯父伯母。妈爸，怎么没听说你们要下来啊？三姨妈、姨丈，你们来了。我们想出来看看你们啊，昨晚才决定的。爸妈，你们可以先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可以去见你们的。就是咯，你们应该早一点通知我们嘛，这样我们可以安排。你看，现在刚好我姐姐又搬过来住，家里已经没有空房间了。不要紧的，我可以跟佩欣一起睡的。不行，她的房间那么小，不可以挤2个人的。妈咪，我跟你一起睡。啊，对了，杰伦可以跟我们一起睡，那爸妈就睡杰伦的房间了。那我也有这样咯，反正你们也是暂时住，你们不会介意了哈？怎么会呢？佩欣啊，帮他们整理房间。我看你们肚子饿了吧，一起吃早餐吧。来。你爸妈也真是的，说来就来，也不先打个招呼。当我们这里是什么饭店啊、旅馆啊？他们到底要住多久啊？他们是我的父母嘛，我们的家就是他的家，他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咯。喂，孩子结婚之后就本来应该自立门户，怎么可以说来就来？除非这个房子他没有给钱供的。哎呀，老人家偶尔来住住有什么关系嘛？什么没有关系啊？现在还要害到杰伦跟我们挤在一块，多不方便。家里已经够多人的了。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嘛，更何况他们2、3年才来住一次啊。2、3年来住一次已经够多了，你没有听说过相见好同住难啊？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我已经领教过了。还有啊，他们又把那些咸鱼跟把尖放在阳台上晒，上一次已经给邻居们投诉过，他们还不怕。我不管啊，你回去之后叫他们赶快拿下来，免得又给人家投诉。知道了。怎么又是这种药？我刚才跟医生讲了，我整身痛，前痛后痛，你怎么给我这些维他命啊？那怎么止痛啊？没错啊，医生说你吃完这些药再回来复诊就行了。哎，我刚才跟医生说我全身痛啊，我叫他跟我打针止痛，他又不肯，又不给我止痛药吃，我回家痛死了，怎么办？安迪，你本来就没有病嘛，医生当然不肯跟你打针喽。我没有病，我来看医生干什么？我钱多啊。安迪，你回去按时吃这个高血压的药和维他命，那么多做运动，少吃油腻的食物，不要吃得太咸太甜就行了。什么？
咸的不能吃，甜的不能吃，好吃的东西都不能吃，那我做人的干什么？哎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是说你的头了啊！什么都不能吃，那我活着来干什么？我干脆死掉算了，叫医生给点毒药我啦。每次都讲同样的话，我都会做医生啦。哇，香！肥妈，哎，哥啊，我买了烧鸭水饭给你吃。怎么又没煮饭呢？我们2个人煮什么嘛？买不是更方便？我今天不舒服，我去了看医生，所以才没有煮嘛。来，吃，你看，来，算了，不吃了，油腻腻的。我泡杯麦片喝。我帮你泡。怎么没热水呀？啊，没热水吗？我忘记添了，我现在添。不吃了。可可啊，麦片泡好了。咦，你还在打求职信啊？你今天不是去应征了吗？机会大不大？那间公司在总务区，才2个职员，他要请我，我未必要做。现在找工作困难，你就将就一点嘛。你没在大公司做过工，你不知道的。总之，我是不会贬低身价的。啊，可可，一杯麦片够不够？要不要妈给你煮个面？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你没看见我在忙吗？可可啊，妈今天呢去看医生啊，哇，那个医生啊骗我的钱啊，给我几颗那个维他命，针都没有打，他说我30块哎，为你跟我打一封信去那个消费人协会去投诉他。肥妈，你让我安安静静打一封信可以吗？你脾气怎么那么坏了啊？妈病了还担心你，但是你却没有关心妈的病。你还不是心理作用？我不是心理作用，我真的是全身都不舒服。我有高血压，我有胆固醇。高血压你一向都有，你紧张什么？你怕胆固醇就别老是吃那些肥肥腻腻的鸡腿鸭腿的。你够了，不要再啰嗦了，好不好？我关心你，你说我啰嗦。我为什么血压会升高？因为我担心你，我担心你找不到工作，我担心你没有人请，我担心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对呀，你说的对，我没人请已经够烦了。大姐、二姐已经被你赶走了，你也要把我逼走，你才甘愿是吗？好了，我不烦你啊，我出去了。啊，可可，不要忘记喝那个麦片啊。我们这些都是天然产品，在外面商店没卖，也不打广告，只通过会员向顾客直销。有一个直销员放弃他几千块钱的薪水，专心做直销和招募新下线。他的成绩很好，才半年就当上了蓝钻实习主任，每个月有几万块钱的收入。所以你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，自己当老板。为什么还要去替人打工呢？只要做出决定，跨出这一步，成功的事业就在面前等着你。以你的条件，只要努力，一定能成为我们的冠军直销商。告诉你一些方法，先从你朋友亲戚做起，建立你的下线联络网。让我跟你解释我们的产品。不用了，我在银行也做过行销，其他细节我自己会看的。方法我也有自己的一套，我在金融界那么久了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我的时间很宝贵的。说的那么容易，要我们加入当会员，说来说去还不是金字塔。我以前也跟人家卖过灵芝，最后赚钱的还不是你那个上线。没人强迫你加入，我只是把赚钱的机会介绍给你。
你们加入，要是能通过这间店面的人潮，就能钱生钱，不用这么劳累的经营杂货店。我可是在帮你们哦。你要当我们的上线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不如你送些产品让我们试试看吧。这些产品很贵的，不像外面那些美容产品，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随便送出去。不用，怎么知道好不好？阿英啊，你以为像我们啊，买2条牙膏送1个肥皂啊，这种是高级天然产品，不一样的啊。什么不一样？我们的顾客还不是整天来拿免费的辣椒啊、蒜头啊，我们不给，他们就小气，不来买东西了。哼，舅母。这些只要用一点点就有显著的效果了，这可是我自己用钱买的。喂，你要推销，总要我试用后满意才跟你买嘛。还有呢，你应该详细的一样样讲清楚给我听，像这种的好处，我刚才不是已经示范讲过了吗？你有兴趣可以看一看产品的介绍册子，有意思的话再联络我吧。啊。什么直销代表，还不是金字塔，利用别人来赚钱。阿英啊，你不要参加，就不要问人家这样多。你看，用人家这样多产品，大家都亲戚啊，这样不好吧？喂，那个可可从来没有来找我们的，一来就要赚我们的钱，还不是更不好？哼，如果这么好赚，我就拿这些资料自己找上门去，自己找下线，为什么要给他赚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没有把昨天的隔夜菜倒掉？三姨妈说留着明天吃。有没有搞错？从昨天吃到今天，还要吃到明天呢？啊？怎么啦？妈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不要再吃隔夜菜了，我怕你老人家吃了会肚子痛，我要带你去看医生呐。新加坡看医生很贵的。我拿去丢好了。可丽呀，那些咸鱼和巴拉煎哈还可以吃的，其他的菜，来，我嗅嗅看还可以吃吗？不可以吃，我再倒掉。爸，拜托你上厕所锁门好不好？黑心，你多久没有洗厕所啊？爸，你干什么？哦，这是我早上洗衣干的水，我拿去浇花。你拿这些肮脏的水去浇花，不小心滴到我的地毯怎么办？可怜，什么事啊？爸舍不得把鱼缸的水倒掉，还要用它来浇花。这里的水那么贵，可以用就不要浪费。妈，这些钱我还付得起啊，你们不用替我省了。能省则省。我拜托你们赶快把这些肮脏的水倒掉，有的吃你们就吃，有的住你们就住，不要再管其他的事了，好不好？可丽啊，你干嘛这么大声跟爸爸妈妈说话嘛？你这样会吓到他们的啊。是我给他们吓到才对。你刚还没有看见你爸把脏的鱼缸水拿去浇花吗？他们在乡下节省惯了，他们这样做无非想替我们省水啊。我都还没有说完，还有你吗？隔夜菜也舍不得丢掉，面包剩下一点点也舍不得丢掉，还把那些咸鱼、巴拉煎堆进我的冰箱里，现在把我整个冰箱堆到像垃圾桶那么臭。这些都是小事情嘛，你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啊？你爸刚才上厕所没有锁门，我推门进去有多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我爸他有心脏病，我怕他一倒在厕所没有人知道，是我叫他不要锁门的。好，那麻烦你叫你爸小便的时候对准一点，不要把整个坐板弄得肮肮脏脏。还有，你也交代他们2个老人家，大便是坐在马桶上，不是把2只脚蹲在坐板上的。小声点嘛，脏了我可以洗的，干嘛要把事情闹大嘛？我不管，我顶多让他们住1个礼拜，我怕久了我会受不了。你也知道你老婆的脾气。可怜，你听我说，可怜。
管怎么样，他们也是你家公家婆嘛。就算他们不对，你也不好这样大声跟人家讲话，这样会使到他们很难看，学亮人做人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，我还对他们不够好，每2、3个月都是我拿钱给学安寄回去给他们的，无端端跑来我家住干什么？哼！喂，大姐，我不是在讲你。你还没有结婚，你不会明白公婆跟媳妇之间有很多问题的。哎，不要讲他们，讲到他们我就心烦，出去做事了。大姐、二姐，哎，可可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坐。我去倒水给你喝啊。干嘛逛街经过啊？我有生意找你谈。啊？有生意找我谈？哦，你转行做直销啊？最近这个天然美容产品很红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听是听过，不过如果你要把它放在这里寄卖，我恐怕帮不到你。你都还没尝试过，怎么知道不行呢？这样吧，产品的钱就由我先出，本来是规定一拿货就得付钱的。喂，你不要讲到好像是我占你的便宜。我们这里是做减肥的，不是做美容的。就是因为你只做减肥，所以我想，如果你可以再做美容生意，就会增加顾客了嘛。是啊，我是想过以后兼做美容啊。不过我要确定那个产品是很好的产品，我才敢引进。这绝对是个好产品，要不然我在你这里设一个专卖柜台，要是你的顾客成为我的下线，他们就不会跑去别的美容院做美容了。怪不得肥妈整天赞她聪明。喂，我也不笨的，你的下线还不是我的顾客哈？我好不容易把我的产品建立一定的销路，你在这里招募下线，不是跟我打对台啊？我的代理商不会允许的。我用你的地方会付你租金的，我只是刚开始做直销，想多建立自己的下线联络网，这么点小忙你也不帮？可以，可可刚做直销，跟他买一点货来卖咯。大姐，我做生意是有原则的，我要对产品很了解，我才敢引进，要不然会搞砸我店里的招牌的。哎呀，肥妈整天赞可可很有本事，以她的聪明跟智慧，不需要我们帮忙，她做直销也一定会成功的。喂，我看好你啊，加油！不帮就算了，我的时间很宝贵的。可可，我加入做你的下线。你真的肯帮我吗？我知道你忙的，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。总之我做你下线就是了，你要买多少都可以的。还有我知道做直销要很多下线的，我把赖英啊、玉珠姐的电话号码都给你，他们认识人比较多，可以多介绍点人给你。大姐，谢谢你，可是我自己有办法，不用麻烦你。可可，三姨妈啊，哎，你又风湿痛了？是啊。姨丈，你去休息吧，让我来。没事。没关系。姨丈，让我来吧。我已经好多了。没关系的。怎么了？太大力了？不，你忍住点啊。够了。够了。哎，姨妈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没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？请你别搞错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妈呢？你老婆出手打妈，还把妈给推倒了，你还问我什么事啊？你家里这么大，你为了省钱，你不请女佣，妈替你洗衣煮饭，还带孩子上学，她怎么错下一个车上迟了5分钟而已吗？你老婆这样对她，你也不出声，你算人吗？喂，求求你，这样挂我的电话，你以为我找不到你？我马上到吉隆坡找她。算了，不要把事情闹大。你刚才都骂了他了，算了。妈，这种事情怎么可以说算了就算了？我一定要找他算账的。表哥，你不要这样冲动，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是啊。妈，发生这样大的事情，你也不跟我说，要不是佩欣告诉我的话，你打算瞒我一辈子吗？现在都没事了，算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他算账。哎，学良，表哥，
可丽，去见见学良吧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这么大脾气。阿丽，你去劝劝他吧。是啊。你去有用吗？无论如何，我绝不能容忍任何人欺负我爸爸妈妈。你不要再劝我了。我是来提醒你的，问题不在于你弟弟和他老婆，可能是你妈本身有问题。我妈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冷静一点可以吗？婆媳之间本来就是有问题的，更何况你妈的人又肮脏又吝啬又唠叨又啰嗦，还有你爸。我也只是讲句公道话，有错吗？哼，你妈带孩子本来就是有问题，奶嘴掉在地上也不拿去洗，就塞给学平那个小的吃，要不然就是3番4次忘了时间，下错车站，迟了去接老大。那万一老大真的出了事怎么办？谁负责？就算我妈再怎么不对，她也是个老人家。阿才不能出手打，他还把她推倒的。你当时在场吗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是阿才把他推倒的？搞不好是他自己老人家不小心跌倒，还怪在人家头上。我妈不会说谎的。阿才已经算不错了，可以忍那么久。换成是我，一早就爆发了。哎，你结婚时都答应过我的，你不会对我爸爸妈妈发脾气的。那个时候我怎么知道他们2个老人家那么麻烦啊？无论怎样，你都要忍他们的。你现在什么态度这样跟我说话？我不忍怎么样？你要打我啊？啊？你不要怪你弟弟偏袒他老婆啊！你自己去想想，谁会陪你弟弟过下半辈子？是你爸爸妈妈还是他的老婆？你自己也是一样的，好好的想想。本来就是相见好，同住难，大家生活习惯都不一样，干嘛要勉强住在一起伤和气啊？那不如大家分开住，有空就去看看他们老人家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大家开开心心的。我们家里已经那么小了，还要请那么多人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上去找你弟弟是吗？好，去劝他把他们2个带回去。很好吃，不错。够了，你自己吃吧。看够不够？不够的话再叫多一点。不了，饱了。我们已饱了。明天我们再回来这里吃早餐。我们有话跟你说。哎，我们这已经商量好了。有什么事？你们快点说吧。我们决定明天早上回去。爸妈，你们是不是听到可丽说些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要早点回去，因为我们住在这里不大习惯。你们是不是想回去弟弟那边住啊？哦，不，我们要回去济南丹老家，刚好啊，那个租屋子的人已经搬走了。妈爸，你们身体不舒服，没有人照顾你们，我放心不下的。你放心好了。老家空气好，我们早点回去，少点病痛。是啊，哎，你忘了我在老家养鸡种菜，公司病很少发作的，你放心好了。没事。去啊！一整天他都没有吃到什么东西。管他呢，整天给我脸色看，又不是我把他父母赶走。不要管他。退薪呢？他都还没有清理完，待会儿学良会送他回去。走了。都已经快10点了，出去吃点东西吧。我只想去喝酒，我真的没有用了。父母亲年纪这么大了，我还要他处处为我着想。
我却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。你说我怎么能忍心让他们老人家孤苦伶仃的生活在乡下？再说他们身体不太好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你可以时常去吉兰丹探望他们的。吉兰丹哪里会走得开？一年有365天，我们的美容院足足做了364天。爸爸妈妈已经60多岁了，他们省吃俭用的把我抚养长大，辛苦了大半辈子。我只不过想好好的照顾他的晚年，我连这一点我都做不到。在结婚前，我跟他说，不管你对我怎么样，我都可以忍受。我只要求他对我父母亲好一点。他答应，可是他做不到。说我真的忍不住，我想发作。可是想到2个孩子，我就忍下了。我是不是很窝囊？我是不是很窝囊啊？我是不是很窝囊？我是不是很窝囊？我真的没有用。不是窝囊，我不是窝囊。有什么事我们会帮你再说吧。哈，现在怕丢脸呐，怕丢脸就不要去喝酒抗议，怕人家知道是吗？我可不怕。可丽，不要这样啊！可丽，以后我不要喝酒就是了嘛。以后还有以后，以后你就是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臭死了！我才不要跟酒鬼睡在一起啊！以后啊，你追得死了，我都不要管了。可丽。我帮你拿枕头去杰伦的房间。没事的，可丽发完脾气就没事了。昨晚你的确喝了太多了，也难怪表嫂会不高兴。不过，她发过脾气后就没事了。来吃早餐吧。不了，我不吃了。表哥，其实这次三姨妈和姨丈回去，表嫂心里也不好受。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，相见容易相处难。
很多时候也分不清谁对谁错。事情过去了，就别放在心里。昨晚喝多了是我不对。其实这些日子你也看见了，可丽的脾气就是这样，动不动跟我吵。我已经处处让着她了。做夫妻就是这样，一个吵一个叫让，要不然怎么相处一辈子呢？还记得你们结婚的时候，我跟三姨妈、姨丈去喝你们的喜酒，一转眼就15年了。15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能做15年的夫妻并不容易，应该好好珍惜。不要像这些花店的传单，看也没看清楚就丢了。那送花虽然看起来很浪费，可是女孩子都喜欢花，喜欢人家哄。下个星期就是你们的结婚周年纪念了，买份礼物，送花，哄表嫂开心吧，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，什么事都能雨过天晴了。别忘了我说的，她开心，你也开心，一家人在一起，最重要就是要开心。可丽，我弄煮水，等等吧，那就好了。不要怪大姐多嘴。做夫妻是一辈子的事，学良为了他爸爸妈妈的事情不开心，其实就证明他是个很顾家的男人。大姐，他现在去喝酒，就是表示向我示威哈。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要是我这次让步，他还以为我真的做错。现在明明是他父母自己要走的吗？我这个做媳妇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话。他们自己走，难道要我跪下来求他们吗？可是学良爸爸妈妈这次跑出来，也是因为和学良的弟妇吵架，两个老人家都已经很伤心了。所以咯，一个巴掌是打不响的吗？要是他们那么容易相处的话，怎么会和学良弟弟的老婆吵架呢？啊！唉，再怎么说，学良也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爸爸妈妈，你就这样把他赶出房间，杰英跟杰伦会怎么想？再说，你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给两个孩子留下坏的榜样吗？你也希望他们两个长大之后能够像学良一样孝顺，好好的孝顺你们两个，对不对？是啦，昨天晚上学良喝醉酒是他不对。不过再怎么讲也是两夫妻，他是心情不好，你关心他，他也会关心你回的嘛。偶尔泡杯茶给他喝，也不是很难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杯拿去给他，说是你喝。什么事？我们的减肥精华素用完了。诶，现在送花也可以上网订购啊。是啊，我还没选好呢。你永远就是骂不停哈！工作起来整天就喊头痛，一玩起电脑就那么有精神，还会笑嘻嘻。可丽啊，其实我什么哈？这间店要不是全靠我盯住，看你这样整天玩电脑，能够赚得了多少钱呢？怎么供房子、供孩子读书？靠你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不是正拿茶进来给他吗？干嘛又吵？还喝什么茶啊？这种没有出息的男人关系来干什么？整天只会懒懒散散顾着玩电脑。赚钱拼命的事全靠我，他这辈子做得了什么大事？我知道，我现在做什么事你都看不顺眼是吗？那我干脆不做了，我辞职算了。哦，现在讲你2句你就发我的脾气啊？哈，现在我冤枉你啊？你明明就是在玩电脑。好啊，你那么有志气是吗？出去外面闯啊！你一直有张牧师的文凭啊！我看你在外面能够做什么？洗碗扫地啊？一个月能够赚多少钱啊？钱，你很喜欢钱是吗？我大回头去，洗碗也好，扫地也好，我再辛苦也要把钱交还你给你，这种行了吧？至少我作为男人的尊严。表哥，不要再叫他，让他去死！不要再讲了啦，大姐。老嫂，其实什么？其实你再跟他话，连你都吵啊！
嘿，学良这一次不错嘞，还挺有骨气的，说得到做得到哦。干嘛幸灾乐祸？我还在担心他们两夫妻再这样下去，迟早出问题了。你不用担心，学良出来做装修，不是件坏事来的。那以前学良什么事情都放在心里吗？现在把心里的话讲出来，这样可丽就更了解他喽。怎么样更了解？他们现在都已经分房睡了，学良一回来就跑到杰伦的房间睡，可丽不是关在房间，就是说一些难听的话。可是学良一句话都不说，怎样解决问题？其实可丽是嘴巴坏，心没有什么的。你帮我想想办法，怎样帮学良？哎呦，我怎么想？可丽跟你妈是一样的，我连肥婆我都搞不定，我怎么想办法？干嘛说到自己身上？本来就是嘛，你以为只有学良烦啊？我也烦呐。哎，说真的，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可以早一点有房子吗？不用来这里喂蚊子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真的有蚊子。表哥回来了，吃饭了没有？天气热，没胃口，吃不下。你看你整天在外面晒太阳，一回来就灌水喝。我煮了玉米水。不用了。那我煮米粉汤给你吃。哎，这衣服要洗的，交给我吧。我自己洗行了。交给我啦。你先去冲凉，冲了凉就有米粉汤吃了。来，趁热吃。你有没有搞错？为什么把我的衣服和酒鬼的衣服混在一块洗？哦，我现在是在洗床单，这些衣服只是暂时放这，等一下我一定会分开洗的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人的衣服又脏又臭，把我的名牌衣服弄脏怎么办？做什么装修的工作，赚的钱都不够我买一件名牌的裤子。总而言之，他的衣服以后跟我分开放、分开洗。还有跟这个人说，杰伦已经跟我睡了，免得他沾上一身的油漆味。哼！表嫂她因为美容院忙，所以脾气很坏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。我早就习惯了。肥妈，你把我这些直销产品都拿出来干什么？你被人骗了！你说这些直销产品是天然成分，不含酒精，你看会着火的。你别多管闲事了，这些东西我早就不卖了。不卖？为什么不卖啊？啊？虽然卖的成绩不好，但是总算有事情做啊。你有的做你就做啦，啊？你知道吗？失业的心情是最难过的。我时常在家走来走去，都不懂要干什么，去到外面晃来晃去的，哎，心里面很难过，很慌的。我不是失业，是我自己不想做。现在找工作不容易，有时候什么事都要忍一忍。你嫌我失业，丢你的脸是吗？我是关心你呀。关心我？
你是关心自己的面子吧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一直拿我向舅母他们炫耀，现在我没事做了，你没得炫耀，不是吗？喂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你这样跟妈讲话？你找不到工作回来对我发脾气啊？找我来出气，我也没有做过，那我向谁发脾气啊？别以为我找不到工作，我有文凭有学历，到哪里都找得到工作。你嫌我在家里吃闲饭是吗？看我不顺眼是吗？好啊，那我走啊。喂，是你找不到工作回来对我脸黑黑，对我发脾气，找我出气，是你看我不顺眼。哼，走，走啊！你有地方去你就走咯。哼，好，我现在就走。喂，哥哥，哥哥，真的走了？我们收到2000封应征信，你的学历最高。银行业最近裁员，从事这类工作被裁的人多的是。你要求4000，虽然你在银行工作多年，可是你没有我们这一行的工作经验，你愿不愿意去上课？学历高，并不代表能力强。对不起，我们只能够给你2200。我拥有 MBA 文凭，你还要我去上课 ？MBA 又怎样？现在连博士都会失业，更何况你只是一个商业硕士。喂，哥哥，你回不回来吃饭啊？我要回来的时候就会回来。是不是去应征啊？昨天你去应征的那间公司嘞，我帮你打过电话去问过了，他们说还没有请人呢。肥妈，你打去，人家就知道我急着找工作，会看不起我的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处理，你少管。肥妈，你又干什么？瑞生，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吗？怎么样？还没找到工作？有几份工作让我选择，可是我觉得薪水条件很不理想，我还在考虑。现在经济不景气，你就将就点吧。可是那些公司趁机把薪金压低，还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，实在太过分了。现在不止你一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找工作的人要试着去调试自己的心态，只要能调整自己的要求，应该是有机会的。我朋友呢，在外国工作，他的公司要聘请业务经理。是美国还是日本？中国。可是那里很落后的，听说有些地方连厕所的门都没有。你别一竹竿打翻一船人，不是每个地方都这样的。好像上海、北京啊、深圳这些地方发展得很快，你别小看中国，它的发展潜力很大的。可是我不想出国工作。政府不是一直在鼓励我们要走出国门吗？像你这么自信，外国的工作压力应该难不倒你啊。况且现在整个工作环境和观念都在改变，应该出去闯一闯。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，不是很多人都恨不得有机会到那边去发展吗？你为什么不把握这个机会呢？况且这份工作应征的人很多的，我是叫我的朋友把这个机会留给你的。可是我一个人在外国工作会寂寞的。这样吧，有机会的话，我过去看你。你答应来看我的啊？那你乖乖的先去面试再说吧。放心，我一定过得了关。